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忙碌了一天，晚上回到家洗一个热水澡，可以放松身心，缓解疲劳，对身体呢是非常的有益。尤其是男人，如果想肾脏好的话，那木子建议大家可以重点搓洗3个部位哦。第一个是耳朵，那大家别小看了耳朵。中医上讲，肾开窍于耳。耳朵上也有肾脏的反射区，所以男性洗澡时多搓洗一下耳朵，可以调节肾功能，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。第二个是腰部，因为肾脏在腰部的2侧，所以多对腰部进行按摩，也能够起到养肾补肾、增强肾功能的作用，对肾脏健康大有好处。第3个是脚底，男性朋友也可以在洗澡时呢多搓洗一下脚底，因为脚底有个涌泉穴，我们蜷足时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，按摩这里可以补肾固元，增强肾功能，对肾脏健康也有帮助。那除了上面这些，男人想要养肾的话，建议大家呢还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可以适当的吃点养肾食物，比如桑葚。桑葚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富含花青素、维生素等物质，有乌发明目、滋补肝肾的作用。经常吃也有利于肾脏健康。不止老年人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存在血液粘稠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呢？若出现3种现象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早起哈欠连连。如果早上起床后还是感觉昏昏沉沉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总是哈欠连连的，这可能是血液粘稠了，血液循环变慢，才使人出现困倦的感觉。视力突然模糊，很多人血液粘稠，血液流通不畅，会导致营养物质和氧气不能够及时供应给视神经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视力突然模糊，甚至看不清东西的情况，这时要多注意。早起胸闷胸痛，如果血管堵塞发生在心脏和肺部，那么早起就可能会有胸闷、胸痛的情况，这时要格外注意。血液粘稠的人要多进行调理，每天呢坚持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保持好的心情，多吃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山楂、玉米、海带等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血液粘稠。分布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，它的健康也决定着身体的健康。若是出现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就要抓紧调理。平时要少吃2种食物。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不好消化和代谢，经常吃会让血液中沉积脂肪、胆固醇，使血液变得更加粘稠，严重的还会引起血管堵塞，所以要少吃。高盐食物，摄入过多的盐分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还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不利。如果想要保护血管，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。第一种，蜂胶。蜂胶有很高的营养，其中含有异黄酮、维生素 P、黄酮等物质，不仅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，还能延缓血管老化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所以经常泡水喝能保证血管年轻态。第二种，苦荞。苦荞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，其中含有的芦丁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增加血管弹性，所以常用苦荞泡水喝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健康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所以要好好的保养血管。如果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会直接危害健康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血管通畅。伸出我们的双手，食指张开，手掌心相对，然后进行拍手的动作。拍手的同时要配合着倒着走，注意拍手的力度可以大一点，每次100下即可。因为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经络和反射区，这样拍手能够刺激到经络和反射区，并且还能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。经常做一做，血管会更健康哦。血液粘稠度高的人还要改善日常的生活习惯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每天适量的运动，还有多吃有稀释血液作用的食物，富含维生素和粗纤维的食物，比如柠檬、燕麦等，有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，保护血管。高血液粘稠，常吃这2种豆，降低血脂，养护血管。第一种，绿豆。绿豆是生活中常见的，有清热解暑的功效。我们总是喜欢喝绿豆粥或者是绿豆汤。绿豆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富含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和绿豆多糖等物质。经常吃能够降低胆固醇，对保持血脂稳定有帮助。第二种，黑豆。
黑豆是大豆类植物，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E 和钾元素，对排出体内胆固醇有帮助。那经常吃一些黑豆也能够起到降血脂、保护血管的作用。除了这2种豆，平时喝茶呢也能够帮助降血脂，比如苦荞茶、冬瓜荷叶茶等，既能稳定血脂，也能够帮助养护心血管。很多人餐桌上已经离不开大鱼大肉了，而很多食物呢都含有很高的脂肪，如果吃多了，身体中很容易堆积胆固醇，使血脂升高，从而出现血管堵塞的现象。那血脂高有什么表现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。表现一，手掌颜色出现异常。正常我们的手掌颜色是红润的，但如果发现自己手指的颜色比手掌颜色浅，并且呢中指根部出现明显的青筋，就要注意了，可能是血脂高了。表现二，腿脚麻木，爱抽筋。血脂高会影响血液循环，如果呢腿部血液循环不畅，那么就可能会有双脚麻木、无力、腿部抽筋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。上面这2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血脂还算稳定，那血管也还算健康。那血脂高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呀，平时多喝些苦荞茶和桑叶茶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降低血脂。很多中老年人的烦恼，那想要知道血脂高不高，可以看睡觉表现。如果出现3个异常，就要降血脂了。1. 总是睡不醒。如果血脂过高，会导致血液粘稠，这样血液流通不畅，大脑供血不足，就会使人出现困倦、身体疲惫、总是睡不醒的情况。这时呢，就要多多注意了。2. 睡觉时腿抽筋。如果不是受凉和缺钙引起的腿抽筋，就要注意血脂高了，因为体内胆固醇代谢出现异常，会堆积在肌肉这个地方，所以睡觉时呢就容易出现腿抽筋的情况。3. 睡觉时手脚冰凉。那有些人手脚冰凉和气血不足有关，如果不是手脚总是冰凉，这时呢也要警惕血脂过高，因为血脂偏高会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血液流通不畅，从而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。所以大家呀要多注意身体的一些表现，平时降血脂可以喝点玉米须茶或者呢山楂水，能够帮助促进血脂代谢，养护血管健康，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，比如血液粘稠、脑梗等。所以一旦血脂偏高，就要好好调理。那血脂高的人有哪些表现呢？睡觉时可能会有2种表现。表现1，睡觉时手脚冰凉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手脚呢应该是温暖的，但如果血脂偏高，那么会影响血液流动，手脚又处于人体的末端，这样呢就会有手脚冰凉的情况。若你没有的话，说明血脂还算稳定，血管还算健康哦。表现2，睡觉时腿抽筋。有时候腿着凉了，容易出现抽筋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睡觉时出现腿抽筋的情况，就要警惕是血脂高了，因为血脂高会导致体内胆固醇代谢异常，这样呢集聚在肌肉里，就会引起腿部抽筋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。那如果不想血脂升高、血管堵塞，大家平时注意呢，多喝水，少吃油腻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到户外运动，或者经常喝点苦荞茶和玉米须茶，有很好的通血管。不爱运动、饮食不当，这些都会造成血液粘稠，而当血液粘稠、血脂高了，会导致血管堵塞、三高等问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尝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苦荞。苦荞对身体有很大好处，被誉为五谷之王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，有软化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。不仅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煮粥时放一些，对降血脂、清理血液垃圾有帮助。第二种，茄子。茄子是餐桌上常见的，茄子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P， 能疏通血管，降低胆固醇浓度。经常吃一些，能预防血液粘稠和血脂升高。除了吃上面这2种食物外，平时喝点冬瓜荷叶茶、蒲公英根茶，对身体也有好处哦。很多人上了年纪，血管收缩能力大不如从前，这时呢，各种疾病也容易呢找上门，而高血脂就是常见的一种。那平时该怎么降血脂、保护血管呢？可以尝试下面3种食物。第一种，黑豆。俗话说，不要一堆，不如黑豆一把。黑豆富含花青素，有促进血液循环、降低胆固醇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黑豆，有助疏通血管，降低血脂。第二种，燕麦。燕麦在生活中呢很常见，常被当做早餐使用。
燕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、亚油酸和皂带素，能降低胆固醇，疏通血管，所以血脂高的人经常吃燕麦，能帮助降低血脂。第3种，山楂。山楂呢，营养也很丰富，山楂富含3萜酸，可以帮助软化血管，经常的吃一些，对降血脂、保护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那想要降血脂啊，还要经常的锻炼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游泳等，还有呢，多喝水，对血管健康都有帮助哦。好啦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